明年中共会打台湾吗？习近平惊喜张友侠对台湾是有帮助，还是会更危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调查。那有关共军高层的人事动荡，对两岸关系发展会有影响吗？谢谢。今天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是 David Chang。大家好，非常感谢接受邀请，再次来到黑素斯的频道。我其实这次蛮激动的哈，也是想跟台湾的观众们再一次见面啊，非常感谢黑素斯邀请我。我也要顺便推荐你的频道是 China Insider with David Chang。会有一个新的频道，就叫做 David on China， 是一个英文频道，但是因为我的旧的频道 China Insider 其实出了一些问题哦。发生什么事？其实前一阵 YouTube 它给我一个很奇怪的原因，就是说我有其他的一个频道被停止盈利之后，导致 China Insider 这个频道也被停止盈利。可是我们怎么找，怎么也没有找到那个秘密神奇的频道到底是哪一个，所以我现在还在跟 YouTube 去沟通，所以也希望观众们可以去订阅我的新的频道，就是 David on China 你去搜一下就可以搜到了。明年中共会不会打台湾？现在因为在中国在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比较安全？可能有一些观众不知道张友侠是谁，跟刚刚发生什么事情，那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吗？对，其实张又侠呢，中共体制内的，他其实是军委副主席，就是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那这样呢，其实控制这个军队的最高的领导体制其实是叫做中央军事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其中呢，就比如说现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是主席，那他下面有2位军委副主席，第一位军委副主席就是张又侠，之前呢也出事的，也被习近平给拿下的是第2副主席何卫东。中共起码在习近平这一届有6个在中央军委里面的人员，现在只剩下2个了。那对于台湾下一步会怎么样？其实现在有2种主流看法了，当然就是会打和不会打了。我个人还是偏向于这一次他把张又侠拿掉以后，其实他对他的作战能力和起码在军队里的威严和控制解放军的能力是下降的。那至于说真正的作战能力以及中共的军事能力，这一点我一直都是持比较怀疑的。中共历史上他其实并没有参与过很多真正的战争，上一次他真正参与一场全面性的战争其实是跟越南打，那其实那次还打败了。不过我觉得呢，就现在来看如果是真是习近平因为说要发动台海战争而去清洗张又侠，让军队从而造成可以全都听他个人的领导的话呢，我个人认为这个理由是不太成立的。我觉得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会相对减少。可以这么说，就是分成2个层面说，他想进攻或者他想去侵略的这个意图是在的，一直是存在的，包括他准备的这个意图是一直存在的。可他实际会不会行动呢？我个人认为现在他的成功率以及他的行动的可能性是蛮低的。为什么你觉得会比较低？最大的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我在这件事情，就是清理习近平去针对张又侠的这件事情上看到一个很大的疑点其实我说出来，可能台湾的朋友们也在其他的台湾节目上已经看到有人会提出，就是各大的作战军区，因为中共它有5大作战军区嘛，它有北部战区、南部战区、东部战区、西部战区和中部战区。那东部战区就是去专门针对于台海作战的战区。这5大战区他们到目前对于张又侠出事这件事情都没有做出正式的支持和表态，这个其实是相当奇怪的。原因就在于说，按理说你如果习近平现在还是大权在握，你的对军队的掌控是完全是铁拳，像斯大林那样，或者说是毛泽东或者之前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那样的话，军队的中级和高级将领在第一时间应该就出来要表忠诚因为你知道，如果你要是清洗张又侠的一个派系的所有人，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的某一个政党，他们整个一个体系都遭到司法部的调查的情况下，你就会想到任何跟这个政治人有关系的话都会遭到关联的，对不对？那第一时间你想做的事情，当然就是你要表清你个人的立场或者撇清关系。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军队的人现在这么做，也就是说，对我来觉得这件事情现在的可疑一点就是军队对于习近平是否绝对忠诚。
这个其实是现在对我来讲是一个问号。我不是说以后会没有变数啊，但只是我觉得在现阶段，如果军队它没有绝对忠诚的话，我认为其实一直在中共这个体制内有很多的将领们，他们其实是一直在说是反对，或者说不认为侵略台湾是会成功的，或者他们认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损伤的代价的作为筹码的来换取的这个所谓的胜利啊。我觉得就是现在来讲，除非说是习近平他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我觉得更大的问题反而是在于对台湾的这种认知战和这种软性的侵略这方面，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谈这个。我觉得其实战争对他们来讲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的确不是。但是有另外一种声音，有另外一种论点是说，如果现在他会去找另外一个将军，这个人是比较对习近平比较会说他想听的话，对，比较忠诚，他们有可能会比较急的，可能没有把握赢，但是会直接打。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要借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哦。其实你看，在所谓他的48小时闪电行动啊失败以后，其实我们看到接近4年的战争里面，其实你看到普京他换掉了很多高层的指挥官啊，以军队上的最高领导。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发现，在这个作战能力上和拍马屁上，我觉得还是两回事。有很多人现在在说，习近平有可能是要换一批更年轻的所谓少壮派啊，比较能想证明自己的这些比较年轻的一批将领，他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大家要知道，因为其实中共本身它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作战经验本来就少，而他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发动对台湾的进攻？国际上受到压力是很大的，美国啊，包括日本比较强硬的这种支持台湾的和平的情况下，他的把握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些年轻的所谓可以打仗的将领，如果他们真的是上战场以后发现能力不行的话，那面临他们的结果同样是可能被赶下去，或者是更糟糕。那这种可能下，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共体制内很多人啊，他们真的不是说是为了要打仗而去说，我要展示我的能力，他是觉得说我怎么能通过腐败啊、走后门啊各个方式去达到那个位置去。我做好我的位置了，如果真正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他们不在乎真正去打赢台湾，而他是想通过台湾去获取他自己的利益这样子。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我经常会在我的频道之内讲到这件事。中共打台湾这个说法是来让台湾人害怕，然后比较容易影响到他们想要投降。但是事实上不是主要的计划，因为其实上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太危险，但是他们已经在进行另外一种战争，用软势力从台湾国内来渗透台湾，可以控制台湾。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已经有一些效果，已经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台湾在变化，所以如果他们有一个有用的方法，干嘛你要威胁这个结果？你觉得最近川普在委内瑞拉抓马杜罗，现在习近平也是有资格可以打台湾，我觉得是很离谱。但是你怎么看？我觉得其实就看现实啊，其实你就看中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啊。美国即使是全球最厉害的特种部队三角洲去，他也是准备了起码2次的这个进攻啊。我其实看到很多散布这种所谓信息是来自于中共的那种宣传机器啊，就他们就说川普是在破坏现在的国际秩序嘛，对吧？你不能随便跑到人家家去抓人。可是大家想一想，其实中共他一是我觉得没有这个能力，二是呢他在台湾的话完全没有找到一个理由。你说所谓什么台独，国际社会看到会很奇怪，台湾可以有自己的选举，台湾有自己的选民，每人一张投票的权利，这个大陆是没有，所以你不能说以所谓这个台独的这个理由去抓捕赖总统，对不对？台海的话，它其实不是说像我们看到是隔一条河那样子，你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即使是你可以说有空军的飞机可以飞到台湾的这个领空上去，可是那也是几架飞机那样子。如果你真要做一个所谓像美国做的那种逮捕马杜罗行动的这个范围或者这个级别的话，你会造成很大的声音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大的准备。其实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还让我蛮惊讶的，就是有一位女上校啊，但我说出来这一点，我不是贬低说台湾怎么样做不了什么。你即使是中共他很流氓的时候，他在某些程度上他也需要保一个现在的这种底线。也就是说，就像是我说习近平他不会因为说
我为了要夺取台湾，我就要发起这种武力进攻。我认为他们还是有这种，也不能说理性吧，但起码他有一些层面的考虑。现在来讲，我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对我来说，比较有可能是他们没有这种能力。而不是他们没有理由，他们随时可以找理由。我觉得很多人会把中共当一个增长的体系来想，但是中共想要找理由，随时可以找理由啊。我可以说赖清德是一个恐怖分子。对，我其实我纠正一下啊，其实我说的理由应该就是说让国际社会能认同的这个理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对，其实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点。中共它是一个流氓政府嘛，他不会去真正要考虑什么，在国内非法抓这个各种异议人士啊，各个方面他是不需要理由。我也比较赞同，就是他其实是能力上这一点是做不到的。对，你们怎么看这件事？你们觉得明年中共会打台湾吗？或是他们比较是会用一些软势力影响到台湾的内政？然后我也必须说，很多人问我这件 T 恤可以在哪里买的？这是我的一个周边的 T 恤，可以在 davidzhang.net 上面直接购买。非常感谢你今天当的来宾，谢谢邀请我，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